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小点儿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非常适合秋冬吃，当然其他季节吃也非常美味的面包——肉桂卷儿。我们先来制作面团的部分，牛奶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可以，不需要回温或者加热。加入酵母化开，如果是用耐高糖酵母，4克就够了。我这里用的是普通酵母。面粉我们用高筋面粉，筋度比较高的中筋面粉也可以使用。加入糖、盐、鸡蛋液，最后加入刚才的牛奶酵母混合物。我们今天用厨师机来和面，没有厨师机用手揉也是可以的，可以参考之前发过的手揉面教程。根据你的厨师机型号不同，用的档位和时间也会不太一样。我这里3档大概揉了10多分钟，面团应该是非常柔软，但是不是特别粘手的状态。如果面团太湿了，可以加一点面粉调整一下。我们现在检查一下面团，抻开来看，能形成比较厚但是不结实的膜。这时我们就可以加入软化好的无盐黄油，继续揉10到15分钟。如果你看美式的肉桂卷食谱，很多都不要求揉出薄膜，只揉匀就可以。不过我更喜欢揉出薄膜之后面团的柔软口感，所以你如果揉不出薄膜也是没关系的。切下一小块面团，抻开看一下，这时能够抻出比较薄的透光的薄膜，捅破薄膜，边缘还没有很光滑，有锯齿，揉到这种程度就足够了。我们把面团像这样向后折叠，整理成一个光滑的面团，然后放入盆中发酵。我把面团拨到一边，它大概在这个位置。那么等面团发到这么高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它已经是2倍大了。尽量用小一点的盆，如果用太大的盆，过一会儿你就分不清面团到底长了多少了。现在面团的温度在26度左右，我们希望面团温度控制在28度以下。如果你最开始用温牛奶，经过揉面之后面团温度会太高，最后做出的肉桂卷口感会比较粗糙。盖上盖子，让面团在室温下发酵到2倍大，室温低需要发酵的时间就久一点，反之就短一点。我在25度的室温下发酵了1个半小时左右。从侧面看，它基本长到刚才的那条线了。通过体积来判断面团有没有发酵好是最直观容易的。案板上多撒一点面粉防粘，将面团光面朝下放到案板上，不用揉它，给它排气。如果你去揉，面筋就会变得很紧绷，那后面就不好擀开了。直接把它抻成一个长方形，然后擀开，擀成一个长40厘米、宽30厘米的长方形。擀的时候要注意查看底部有没有粘住，需要的时候补一点面粉。接下来我们抹上肉桂糖馅儿，在擀好的面皮上抹上软化好的无盐黄油。软化黄油最便捷的方式是拿微波炉加热10到15秒，给它每个角落都涂抹到。我这里用的是黄糖，你也可以用红糖、白糖或者一半一半都可以。加入肉桂粉拌匀，然后均匀地撒在面片上，用手稍微压一压实，接着从一边卷起来，将卷好的卷分成小份儿，先给它压个印儿，这样会切得平均一些。具体分几份可以看你的烤盘大小和形状，我这里分成8份，正方形的烤盘就可以分9份。我这个烤盘是6乘以10英寸的，用其他尺寸的烤盘也可以，不过烤盘太大的话可能要多做一些咯。在底部和侧面都刷上一些黄油来防粘。为了方便脱模和清洗模具，我在底部垫了一张烘焙纸，因为涂了油它可以很好的贴在烤盘底部。将我们的肉桂卷摆进去，在烤盘上盖上保鲜膜或者盖子，防止面团表面风干。然后根据你的室温发酵30到50分钟。在面包发酵期间，我们可以将烤箱提前预热到180摄氏度。我发酵了大概45分钟，面团长到原来的1.5倍大，用手按上去，凹陷处可以缓慢的回弹，就代表发好了。如果天气冷，发酵的时间就需要长一些。将烤盘送入烤箱中层，烤22到26分钟。面包比较多比较拥挤，就要多烤几分钟。当看到表面上色满意后，盖上锡纸，防止它颜色太深了。烤面包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来做浇在肉桂卷上的奶酪糖霜酱，
将奶油奶酪软化到室温，你可以室温软化，隔水加热软化，不过最快的方式还是微波炉加热15秒，软化到这种可以轻易推散的程度，加入糖粉，搅拌到顺滑没有颗粒，然后加入香草香精和牛奶。香草香精主要是提味，没有也可以不加。搅拌到像这样有流动性就可以了，浓稠度可以通过添加牛奶来调节。我们的肉桂卷出炉了，趁热的时候淋上刚才做好的酱，这个酱淋多淋少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，如果不爱吃太甜的可以少放一点。这些对我来说就差不多了。其实我以前非常讨厌肉桂粉的味道，它就像薄荷味的咖啡一样，在我们成长的环境里是基本不存在的。后来真正让我改变对它的看法，是因为我看了一个外国的美食节目，它里面形容肉桂粉是 sweet and warm spice。那以后我就试着刨去脑中它和桂皮的联系，去体会肉桂粉甜的一面，从此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，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肉桂粉的味道。视频结尾说一下怎么保存没吃完的肉桂卷，因为这个食谱用的是直接发酵的方式，最好的保持它柔软的方式是冰箱冷冻密封保存。下次提前从冰箱里拿出来，室温下自然解冻，就可以重新享受柔软美味的肉桂卷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帮它投币、点赞、转发、收藏，同时不要忘记关注我的频道哦。我是小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